时政分析，军情解读，国际纵横，历史回眸。欢迎来到复兴之路。在开始前，请您点击关注，打开小铃铛，让我们为中华之复兴共同添砖加瓦。本期节目共分3集，主要为大家解密中国对抗美国霸权的终极武器，认清美帝霸权瓦解之日。什么是中国对抗霸权的终极武器？很多朋友有焦虑症，经常会担心印度制造、越南制造对中国制造的威胁。看完本视频，你可以永远都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，并且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霸权的瓦解时间。中国是全球唯一的全产业链、规模最大的单一市场。这里包含3项特征，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且只有，能在中国实现，再无其他可能。走自己的路，让美国无路可走。中国制造从来不是为了和印度和越南去竞争的，而是重构地球文明框架，建立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，瓦解美国掠夺地球的霸权。印度的竞争对手是中国，中国的竞争对手是外国，而每一个中国人，不管有意还是无意，都已经不自觉地参与到了对抗霸权的史诗之路上。本视频主要从6个部分来阐述上面的观点。1. 中国30年来的一路逆袭与真正挑战。2. 中国资本暴力的终结者，技术垄断的粉碎机。3. 中国的碾压优势。4. 对外国的全面碾压。5. 离开中国后的全球将面对什么？ 6. 正确理解美国的霸权瓦解之日，了解每个中国人都为抗击霸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1. 80年代到90年代初，摩托罗拉还是手机的代表。在中国市场，一部手机的价格大约是1到2万元。小老板用不起，必须得是大老板。90年代初期，平均工资为300到500元，工薪阶层需要不吃不喝3到5年才可以买一部手机，现在回想起来犹如玄幻小说。2000年开始，国产手机快速崛起，价格急剧回落，成为常用的电子消费品。2010年开始，中国企业开始提出新的经营模式，以规模将供应链价格拉到最低。中国手机的价格在全球的性价比优势无可匹敌。接着到来的是全球手机市场份额中，中国品牌从0飙升到 48%， 全球更是有约 90% 的手机在中国制造。2016年开始，华为开始布局芯片产业，以高通为首的技术暴力时代即将终结。美国再也忍不下去了，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。中国开始以一己之力，在密不透风的封锁下，迎来真正的全球挑战，挑战全球科技汇集的光刻机。德国的蔡司镜头技术设备，日本的特殊复合材料，瑞典的工业精密机床技术，美国的控制软件、光源技术、电源，还有瑞典的轴承、法国的阀门等等。任何一国都不具备光刻机所要求完整的尖端技术，中国是唯一的可能。华为能否成功对抗美国的技术封锁与霸权打击？其实一样的这些故事已经在中国重演了30年，历史证明有且只有一个结果。从全球技术封锁到励精图治，到引领全球市场，手机只是被改写的千万个行业之一，几乎所有行业只要中国深入其中，都是用2到10年的时间逆袭，从面临的技术壁垒到一统全球市场。中国有千百个逆袭的产业，光伏产业曾是西方世界垄断行业。2001年，中国产业界才知道光伏发电技术，
伴随不断发力，4年之后，2005年，中国占到了全球市场的11%。但是，光伏产业中的核心部件多晶硅料需要 99.99% 以上的纯度，中国技术搞不定。看到中国市场的巨大商机，外国供应商一拥而上，将价格哄抬到2008年的$400每公斤，拼命的赚暴利。犹如今天的芯片，你中国手机做的越多，高通就躺着挣钱挣得越多。2008年，中国励精图治，实现完全的技术突破，并在2015年将高纯度的多晶硅料制造了 16.5 万吨，国际价格瞬间崩溃，价格直接下降到1/20，跌破$20每公斤。而对应的中国硅片占到全球产量 80%， 电池片占到全球产量 62%， 太阳能面板占到全球产量 76%。 从2001年到今天，光伏产业中国年新增装机增长了14000倍，累计装机也增长了近11000倍。中国粉碎了无数发达国家资本家暴利的美梦，将他们的技术封锁砸得稀烂，让全球70亿人受益，享受到了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。光伏只是很常见的一个故事，从云计算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到家电、手机，到工程设备、机械制造，几乎所有的产业都是如此。但为什么说几乎？因为还有除半导体、航空发动机等29个还没有最后掌握的技术壁垒。在这些完全被攻克之日，将是中国打通任督二脉之时，就是世界真正公平的时候，而不是西方世界躺在高福利上高呼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。30年来，其实中国带来了全球的变化，在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地球的每个角落。在中国看来，一旦有某个国家在某个领域提出了最新的理论，发展了最新的技术，获得了突破，中国就会陷入焦虑，很快就会召集全领域专家的会议。我们在某某领域和外国有巨大的差距，我们必须要赶上去。于是，所有的技术人员开始云集，资金开始涌入，赶因超美的很近去追赶。而一旦追上，最后必然是大比例的反超。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上，中国只有一个对手，是美国。在制造行业的竞争上，中国也只有一个对手，是外国。中国但凡有梦想，就必然会实现。